在1990年的一个似乎普通的日子里，中国的航空业历史上记录了一场深重的、前所未有的惨剧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那天天空晴朗，阳光照射下来，原本应该是每一架飞机平安着陆起飞的好日子，但是一起意外的劫机事件改变了所有的预期。厦门航空客机在一名劫机者的控制下飞离了原定的航线，机上的旅客与机组人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，陷入了惊慌与绝望。空中的控制塔，地面的救援人员，每个人都在为这一次突发事件的处理而紧张工作。在劫机者的威胁下，这架失去控制的飞机逐渐降低了高度，并向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飞去。那一刻，广州的上空仿佛被紧张与不安笼罩。而命运的残酷性在于，就在这架飞机飞向机场的过程中，两架正常飞行的客机中国西南航空与中国南方航空的飞机，正好在该机场附近飞行。这三架飞机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、速度和飞行路线，无情地将它们推向了一个交汇点。就在那一刹那，三架飞机发生了悲惨的相撞，熊熊的火焰、浓烈的黑烟在天空中绘出了一幕令人心碎的景象。128名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在这次空中悲剧中失去了生命。此次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事故现场，它改变了中国航空安全的观念，促使相关部门加强了安全措施和预防机制。事故发生后，全国的航空公司都对其飞机安全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升级，以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。根据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报道，这起事故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空安全问题的焦点，推动了国家在航空安全法规和技术方面的一系列改革。在此事件的影响下，中国航空业不仅加强了自身的安全管理，还提高了与国际航空组织的合作，共同努力提高全球的航空安全标准。而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他们关注航空安全、关心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一个契机。事故发生后，不少人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真正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。这一深入人心的议题也为我们铺展开下文的探讨。继续回顾这场悲剧后的探讨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，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悲惨的相撞事故？在深入研究后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与其说是技术原因，不如说是一系列管理漏洞、应急响应不足以及人为判断失误所导致的。首先，当时的航空管制系统还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，尤其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有所欠缺，这导致当厦门航空的飞机被劫持并改变了航线后，相关部门未能立刻做出准确判断，并及时疏散其他飞机，避免飞机间的接近。其次，与此相关的是飞行员的培训问题。当面对紧急情况时，飞行员的判断和反应速度是关键。如果飞行员能够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正确的信息，并迅速做出决策，或许能够避免三架飞机的相撞。但是，由于当时的培训内容和方式还不够完善，飞行员在关键时刻的反应未能达到最佳。此外，我们还要看到，那时的航空公司在安全文化建设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在西方国家，航空公司长期以来都十分重视安全文化的培育，而在中国，由于航空业的快速发展，很多安全文化建设被忽视，这使得当面对紧急情况时，很多人员的第一反应是避责，而不是迅速采取措施。但幸运的是，这场事故也成为了中国航空业的转折点。在事故后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，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，对事故进行了深入调查，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。首先，航空管制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，引入了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。同时，针对飞行员的培训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，加强了对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的培训。此外，航空公司也开始重视安全文化的建设，定期组织安全培训和安全演练，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反应。总之，这场事故虽然给中国航空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但也促使中国航空业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改革。从长远看，这无疑是对整个航空业的一次升华，也是对那128位不幸遇难的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最好的缅怀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场令人震惊的空中悲剧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。但是，对于航空业及其相关人员，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。正如一位航空专家所说，安全不仅是航空业的生命线，更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的职责和使命。事实上，此次悲剧不仅仅对中国的航空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航空安全的广泛关注。世界各国的航空组织纷纷开展合作，分享经验，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航空安全标准和规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技术的进步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随着航空电子技术、雷达技术和卫星定位技术的不断完善，飞机的飞行路线、高度和速度都可以实时被监测和调整，大大减少了飞机之间的冲突风险。此外，对于飞机上的通讯设备和导航系统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，使得飞行员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到准确的飞行信息，及时做出决策。而在飞行员的培训方面，除了提高他们的飞行技术和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，更加强了他们的心理培训，让他们在面对突发情况时能够保持冷静，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此外，航空公司也加强了与乘客的沟通和宣传工作，通过各种方式让乘客了解飞机的安全性能和应急措施，增强乘客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。这一系列的改革和努力，使得近年来全球的航空事故率大大降低，航空出行已经成为了最为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。然而，航空安全并不仅仅是技术和管理的问题，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和意识的问题。如何建立起一个全社会都参与进来、高度重视航空安全的文化，是每一个航空从业者都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。作为普通的旅客，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关心和支持航空安全的工作。每当我们登上飞机，都要牢记安全知识，严格遵守航空公司的各项规定，为航空安全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。在未来，随着航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航空市场的不断扩大，航空安全仍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希望通过这样的回顾和思考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守护天空的安全，让每一次飞行都成为一次美好的旅行。航空这个曾经被誉为最近代的奇迹，如今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从商务差旅到休闲度假，无论目的如何，当我们踏上飞机，内心深处的期望总是安全平稳地抵达目的地。这种期望正是航空行业及其所有参与者为之努力和拼搏的动力。从第一架飞机的诞生到今天，飞行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。然而，无论技术如何发展，人类对天空的敬畏之心从未改变。正是因为这种敬畏，我们才能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决心，不断前行。事故是每一个行业都希望避免的，但也是每一个行业都必须正视和学习的。正如之前提到的厦门航空的劫机事件，它虽然带给了我们深深的伤痛，但同时也是一次宝贵的教训。每一次事故的发生，都会促使我们进行反思和总结，找出问题的根源，制定更为严格的规范和标准，从而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。而对于我们普通的旅客来说，也应该更加重视航空安全。在飞行过程中，我们不仅是被动的乘客，更是航空安全的一部分。每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如系好安全带、遵守机上规定、保持冷静等，都是对飞行安全的维护。事实上，航空安全不仅仅是航空公司和飞行员的责任，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。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紧密相连。只有当我们共同努力、携手合作，才能确保天空的安全，让每一次旅行都充满欢乐和期待。回想起那次事故，虽然时光流逝，但在很多人的心中，那些离我们而去的生命永远不会被遗忘。他们是我们前行的动力，也是我们追求完美的目标。为了他们，也为了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再次发誓，守护天空的每一寸，确保每一次飞行的安全。结语：时间流逝，生命短暂，但对于安全的追求和坚守却是永恒的。让我们铭记历史，吸取教训，珍惜每一刻，守护我们共同的天空。